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一。那么昨天呢，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啊，就说那个要离开西班牙，然后呢，暂时也不考虑回中国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其实还是税收的问题啊，因为我说了，西班牙的这个税和中国的税其实差的也不多。然后呢，我提到了新加坡啊，我说这个新加坡，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尤其是华人的文化和欧美的文化，就融合在一起，融合的特别的嗯好，特别的成功啊。但其实我也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新加坡，因为呢，像我的表妹他们一家呢，就从加拿大去了新加坡，目前也是工作生活在那里，也去了好几年了。嗯所以其实我对新加坡还是略有了解，啊，我们也不属于那种就是说高净值，对吧？你说资产有几个亿花不完的钱，或者说我们也不是那种说高素质人才啊，就现在紧缺的一些那种计算机工程师啊，或者 AI 什么人才啊，我们都不属于这类的啊。所以就是说去新加坡的话，如果仅仅是靠工签什么的，就不符合我们的现有的一个情况。嗯那么我们呢，主要想的就是找一个啊，就适合我们目前现有的一个情况的啊。嗯，有些人呢，他会觉得啊，就是西班牙，他说很多西班牙人很懒啊，然后什么不愿意努力工作啊，嗯，所以导致这里的一些情况。其实我是不怎么认同这种看法的。因为我们其实也都看到，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就包括他们西班牙人，很多人都是很努力、对，很很努力的努力工作，工作的。对，就经常我们就能看到他们早出晚归嗯，去工作啊，然后还要有的还要一样的就是推孩子什么散步啊，对，我觉得造成就是目前的有一些的社会的问题呢，就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就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嗯，并不是这些人他实在愿意很懒，对，不是就不愿意他不想去工作。工作。对，不是他不想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税收的问题。嗯税收的问题，就如果说你赚50万，你嗯到手只有35万，甚至更少啊，那么跟你赚30万，到手比如说20多万，那可能就你要赚到更高的一个数字，其实你要付出几倍的努力，但是对，你获得的没有那么多，税全被交掉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两天也在看一些地方，嗯目前呢，就是我们想啊，就是说要考虑一个就是到底要不要完全的离开欧洲。如果完全的离开欧洲要去亚洲的话，对吧？那么就像嗯，很多人推荐的，说去马来西亚呀，对，啊，去泰国呀，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啊，生活就很轻松，然后你也就不需要那个交很多税啊。对。马那如来西亚它的税是比较低的吗？马来西亚它的税是比较低的，那么它是双重的，它税嗯，也低，生活的那个成本也低。对啊，但马来西亚问题就是说它是没有身份的，就你只是在那边长期的居住就相当于旅居嘛，啊，旅居对在那儿。对，就你是一直是拿一个长期的合第二法居留，第二家园吗？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啊。嗯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还是想继续留在欧洲的话，嗯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啊，比如说这个像塞浦路斯嗯啊，嗯，塞浦路斯呢，它是一个靠近那个希腊啊，然后呢，土耳其。对，在希腊和土耳其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岛啊，一个地中地中海海的岛。岛国。对，其实只要是生活在欧洲的人啊，就是长期生活在欧洲的人，喜欢旅行的，或者说金融行业的人，大家都是知道这个地方的嗯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税很低，嗯就很多欧洲人啊，还有就是一些国际的想避税的人士啊，他们都会选择去那里。嗯其实那个岛呢，它目前的情况是它分两半，一嗯半是北塞浦路斯，
北塞浦路斯呢由土耳其控制着，还有一半呢就是南塞浦路斯。南塞浦路斯呢就是一个欧盟共国家，和国。对，是个欧盟国家，就是大家可以去移民到那边的啊。那么这个南塞浦路斯呢，它的面积大小呢，差不多是海南岛的1/3。这么小啊？对对对，也不算很小，海南岛1/3，我觉得还可以了，对吧？那么它的优点，它的税啊，就是说，同样的，如果说，比如说我炒股赚了100万，如果我在中国啊，那么如果你炒中国股票100万，你要交20%0%的税0吗？啊，因为中国股票炒股是不用缴税的，是免费的啊。但是如果你要炒那个美股或者港股，你赚了这个钱，在中国你要交20%的税。在西班牙呢，西班牙是多少？是在西班牙差不多你要交30%到40%的税啊。那如果是在塞浦路斯的话，就是交0的税啊。不光是赚100万，你赚1000万，它也是就炒股票赚1000万，它那边的资本利得税是0。就只要你是从别的地方打进来的钱，赚这个股票的钱、金融的钱，那都是0啊。当然这个是合法的啊，合法的。那如果说你要是工作，你在这边，比如说你赚那个2000欧，对吧？那么你的这个税收什么的，他也要给你算个20%啊。你要在塞浦路斯，它是2万欧以内，它是不交税的。对，就等于是你想，如果你在这边赚就是2万欧一年嘛，那么你到那边去的话，你就等于是不用交税了啊。然后如果你超过2万欧以上的，你才开始算是交20%到35%，就它封顶是35%，你交10万欧，它也交35%。但是如果是你是在那个就是西班牙的话，你这个封顶它要到50%啊。所以那这个很高哎。对，这个差距是很大的。还有一点就是开公司啊，比如说你在这边开公司，那么它也是一样的，它封顶啊什么的，最后也要到40%、50%。但是你在那边的话，它的封顶就12.5%。所以就是在塞浦路斯呢，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欧洲人啊，或者说是那种很厉害的 YouTube 啊，或者说从事金融投资的啊，他们就会去那边成为那边的税务居民。你在那边住满183天以后，你就成为那边的税务居民。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现在在西班牙，对吧？如果已经有一个产业，比如说我们开了一个店，这个店它已经是很赚钱，啊，那我觉得你在西班牙就是说还可以啊。如果本身你不是靠西班牙就营收盈利的，对吧？你完全比如说是靠炒股啊或者投资啊什么，你去别的地方盈利的，但是你还要交给他这个税啊。当然了，那个地方的生活成本，对吧？就生活是成本好像也挺高的吧，那个地对对，那方？个地方生活成本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和我们住的这个小镇吗？对对，就和差不多。阿尔代尔差不多，就是它比阿里坎特稍微贵一点点，但比阿尔代尔稍微要差不多，有的地方甚至更便宜一点。那么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现在消费还是个消费，但是你的税低了，一下子低掉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但是有些人如果他这边已经有生意了，已经有什么的，或者说你要去找工作上班的，你在这边你找到工作，你到那边你找不到工作了，那你就不适合去那里，对吧？但那边是不是要说希腊语啊？我看。那是一个英联邦的一个国家，过去是英国殖民地，他现在呢是说希腊语，他也说那个英语，就在那边你的英语通行度是很高的，你政府办事啊，或者说什么看病啊，你都能说英语。当然就是你如果小孩去学习，你可以给他就是上那个纯英式的学校，国际学校啊。国际学校就英式学校吧，也不能说我们的说法叫国际学校，其实人家就是英式学校，对吧？那么你也可以给他上就本地的学校，本地学校它也是双语教学的，
是吗？双语教学。是本地的公立学校吗？对对对，公立学校它也是双语教学，只是就是说，如果你说你去那个英式学校的话，就是你嗯，可能就不需要学希腊语，本对。地学校你就要学希腊语。但希腊语我觉得学了没什么用吧。那学西班牙语有什么用呢？就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就是你学这个东西有用和没用的问题，对吧？你在欧洲的人，很多国家人都有学。就你现在如果学了西班牙语，你根本就不在西班牙，其实也没有用。如果你在西班牙，或者说你很多人学了西班牙语，在这边他也是失业啊，他也没工作呀，对吧？就嗯像我们前面说，就话又说回到那个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失业率很高，他也很难找到工作的，或者工作找了以后你去掉税，你也不可能致富的，对吧？嗯就现在的问题很简单，就我说了，如果你一年能省20%的税，甚至像那种税是省了很多的，那么你10年下来，你这个钱不是一笔小数目，并且嗯你在那里你的身份是一直是免税的。就对我们从事的行业，或者说就是说那种，如果未来你要做生意，嗯你在那边比如说你开个餐厅，对吧？嗯，你的雇个员工的成本也比在西班牙便宜很多啊。他那边的人均工资是多少？他人均工资跟这边是一样的，差不多的吗？差不多，最多嗯就100-200欧还200-300欧的差距嗯啊，就是工资收入。但是社保不一样，社嗯保在西班牙这边，就是如果你是开店的，你雇一个人，你要给他支付30%，就嗯，你要承担30%，对。对。但是像在那边是双方各自承担，就8.6，哦，然后其他的多下来是由就是国家来承担。那这样雇主的成本就还是减少了很多对，哦。雇主成本就减少了很多，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就会方便一点，对吧？嗯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你说你要在西班牙开个餐厅，还嗯是你去跑到那边去开个餐厅，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已经在西班牙开了一个餐厅，你已经在做这个生意了，并且你已经是很赚钱，生意很嗯，好，那你没有必要，对吧？对。啊，当然它这个东西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就那是一个欧盟国家，但它嗯不是一个申根国，嗯就是你到那边以后，你拿了那边的一个那个居留卡，嗯你是不能够随时随地的跑到，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啊这些申根国来的，你嗯，只能住在那里。如果你要来这里的旅游的话，什么你要就是额外办签证，对。那我们也不用办签证吗？我们有西班牙的居留卡，我们直接去旅游就行了呀。但是你如果一直不在西班牙了以后，你的西班牙居留卡之后以后没有了呀，嗯，对吧？对。对啊，你就不会有西班牙居留卡了呀，就不要了呀。即使你拿到永居，其实永居你还是要在这边建立关系的呀，就你要嗯买房，你要交社保，嗯，对吧？对。你不买房，你不交社保，你这个居留卡有什么用啊？你过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就是说你这个人家给你续的时候，看你这个人什么也没有的，对吧？嗯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个伪命题啊。就你移民，最后人家总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脑子里面想的是移民，他第一个先说我要的是一个身份，其实你要先有社会关系，你才要有身份，嗯，对吧？对。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中国护照，但是你已经离开了中国了，你也没有，比如说在中国有交社保，有什么东西的，就也没房子，也没财产，也没什么的，那其实你跟中国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你就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了。这个跟你在西班牙也是一样的情况。你在西班牙你没有交社保，没有买房子，你未来你是以在哪里交社保，哪里生活是一个关系啊，对。对吧？啊。而且我觉得就嗯是这个对我们来讲也不重要，就你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你也没有一会儿去什么这里，一会儿去那里啊，对吧？嗯，虽然你说啊，你也会去法国啊，会去德国啊，会去意大利啊，但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可能天天去啊。你对正常上班，他们这边的人他也要有钱他才去旅行，没钱也不能去旅行啊，对。对吧？我觉得更主要的就是说，还是你要在当前这个时间点赚到钱。很多网友啊，他说那个你怎么整天谈钱啊，对吧？你说你在资本主义国家你不谈钱，你谈什么？你没钱你没法生活呀，没钱我在这边怎么那是。喝咖啡，是吧？你没钱你冬天就要暖气也开不起，夏天空调也开不起啊，对。对啊。
我觉得这个很现实的呀。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来了西班牙，我们是知道的，就是我们从之前那样生活那样生活，就你每年你不是说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你过得越来越好了，你现在是花同样的钱，你过得越来越没以前好，对吧？就是它的社会成本在提高，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那里的话，就它还是有机会的。就它现在最差，它也是一个欧盟国家，它运气一好，它就变成一个申根国家。它变不了申根国家，它也就是还是个欧盟国家，你懂我意思吗？而且它是从过去，就是说它过去还不是一个欧盟国家，它2000年、2000几年才开始加入了一个加入了欧盟国家，就它的一天一天在往上变化，知道吧？它还在拼命的造很多新的房子啊。为什么那房价怎么样？房价它跟这里也差不多，其实啊，但它那个房子都是新的，这里房子就很多是旧的，新造房很多吗？对，新造房大部分都是新造房，而且那边环境跟这里也差不多，就你因为看到那个都是地中海嘛，对，都是地中海，那应该气候也差不对，多的。物价可能稍微就贵这么一点点，但是对于这个税来讲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付不起这里的生活费，我付不起这里的每个月开销，我不想住在这里了，对吧？不是的，是你考虑是你赚进来的钱，你一下子啪一下就给它交掉一大半，对吧？这个一大半你也没，就是你实质上你没有获得什么东西，因为你要说对西班牙是啊，历史啊，或者说什么文化啊，什么东西啊，它确实比那个国家不知道要大多少了，对吧？面积啊或什么，但问题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因为是移民，对吧？你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有那么文化认同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可能觉得啊很烦，对吧？一会儿又要搬来搬去了，对吧？但是有一点。对，但是就你长期来考虑的话，而且就是我也分析了啊，就你去看，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地方未来有机会呢？就这种什么新加坡、香港啊，还有像塞浦路斯，还有像这边的什么安道尔，对，就他们都是通过这种免税啊什么的，或者说税低发展起来的。而且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好像是衔接在别人的中间。像这边的话，这个塞浦路斯就是欧亚大陆的衔接，新加坡就是马六甲海峡，对吧？就运输的什么港口啊什么的。香港以前也是重要的免税通道，就是国际资本要投资到中国内地去，他们都会在开总部在香港。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有一个这种优势。安道尔也是哦，一个很小的国对，家，安道尔也是。在法国、西班对对对，牙中间。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安道尔。安道尔其实我也查了很多资料，我觉得也不错。对，但是塞浦路斯嘛，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嗯，它的要求，就对于我们来讲，现在要求过去比安道尔要好。他的要求是多少来着？你买30万欧元的房30万子，欧你的房子。就一下子获得永居啊。然对，后房子你不卖掉，嗯永居就一直在；房子卖掉，永居就没有了。然后住满5年以后，就是续永居、续长居嗯啊。如果你住满7年以后，你就可以申请国籍，对吧？你西班牙还要住满10年才能申请国籍了，对，对吧？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各有各的优势的啊。但最主要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是一个免税的这种情况，税很低的一个情况，这个很吸引啊，对吧？但你跑到就是马来西亚去的话，那你就是说，如果你彻底觉得反正这种什么身份什么也不重要了，那你就彻底就不要了，对，对吧？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哎呀，欧洲生活你喜欢的，地中海生活你喜欢的，那我觉得那地方是个，就很多西班牙的，还有周边的法国的，很多人也去那里的呀。我看挺多英国人去的。英国人，对，对吧？我前面在对那个 对，YouTube 上搜有有了一下。很多是有钱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对吧？但是就是说有很多也是还有很多俄罗斯的人过去避税的，就俄罗斯富豪。对对对，不，那种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富豪，对，我们就是说是想去赚点钱的，去存点钱的人，对吧？对，那我们看到那些博主什么，他也很多也是想存点钱的，想那边发展起来的。那他这边他不想发展交那么多不起来，税的。对啊，发展不起来。就是你5年你交的税一下子就给你交了好多，但你生活成本哪怕贵，你最多也就贵个10%，对吧？对，就你生活，你一个月花2万，你贵一点，你变成花2.5万。2.5万，
22000，对吧？23000，你就贵个10%。但是如果你税一赚就不一样了，你100万，你觉得他妈要交40万，那个你100万是1毛都不要交，你这个差远了，2年就多了100万了，多80万了，对吧？啊，唯一的话就是他现在那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北塞浦路斯是土耳其控制的，那个就是欧盟是不承认的，就只有土耳其承认。啊，他们就有点像南北韩，那知道吧？它也是划分了边界线的吗？它当中就是有联合国驻军，对吧？但是我觉得土耳其他自己也一直很想加入欧盟，就未来这个情况，他也不会去打仗。就如果打仗你也走了嘛，对吧？除非他说我丢导弹把房子全部炸完了，但那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岛，它也不是说有个什么很大的陆地，大家去，就是我觉得土耳其他为这个东西打仗，把这个所有地方占下来，好像这种概率就不高。它不像就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问题，而且就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问题还在这边延续着，就再如果没有和平的话，你再搞下去，等于这边欧盟还要再拿出很多钱来，对吧？对啊，就对我们来讲的话是能省一年就是一年啊，你现在慢慢积累，对吧？小孩其实你在那边也可以学英语学校，以后去英国留学啊，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好吧，我要再多查一些资料。对，反正我们今天也就非常真实的录了一期，我们接下来就是还会再录一些别的我们想看到的地方啊，那么也欢迎大家给出你们的一些意见，对，谢谢。